我操！啊，又是一拳。黑人拳王赢下比赛之后太嚣张，竟敢说中国功夫就是三脚猫功夫，中国搏击也是破烂不堪，一碰就瓦解。为何这个黑人选手如此嚣张？那是因为他侥幸击败了中国新一任拳王董鑫，所以就认为中国搏击界没有一个能打的，更是直言侮辱黄种人，不配登上擂台打比赛。众多武术爱好者都恨透了这个来自法国的黑人选手，所以就举荐保银仓来收拾他。保银仓是董鑫的小师弟，让他来迎战这个嚣张的法国黑人选手再适合不过了。这个法国黑人选手遇到了绰号野狼的保银仓，算他今天倒大霉，敢招惹他不该招惹的人，就等着挨收拾吧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保银仓上来就开始收拾法国黑人选手。然而这个黑人选手反应能力还算不错，最起码没有让保银仓秒杀。黑人选手叫森巴库利巴里，上了野狼保银仓的师兄董鑫，现在保银仓一来之后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。保银仓能不能为咱们中国战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一场胜利呢？我们非常期待。保银仓现在森巴库利巴里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，他不断的退后。现在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。保银仓啊，加油啊！我们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中国战队的第一场胜利。森巴库利巴里是29岁，应该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，身高173公分，9胜3负的战绩。但是呢，保银仓的身高，这个黑人选手也太不经打了吧！保银仓3下5除2就将其放倒在地上，森巴瞬间就失去了抵抗能力，连续的重拳打得森巴开始怀疑人生。不过这个黑人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太强大，保银仓的重拳起不到终结效果。裁判会不会判 TKO 呢？现在裁判还没有判罚。第一回合比赛进行到1分20秒。啊，刚才这一波攻势啊，真的是掀起了现场的热潮。啊，刚才又是一记非常精准的前手拳，击打到了对方。刚才这一记后手重拳，森巴库利巴里是不是有点顶不住了？勾拳上勾平勾，上勾平勾，连续的组合拳的攻击，看看能不能破了森巴库利巴里的防守，再用肘击。再次被放倒的森巴又挨到了暴揍，连续的重拳持续打在森巴身上。此时的森巴只能处于防守，根本无法做任何动作，防守防不住，进攻不敢出。第一回合还没结束，森巴就成为了丧家之犬。太希望中国战队能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一场胜利了。现在感觉森巴库利巴里已经有点小晕了啊，这个头呢已经有点吃不住了，在自己的脖子上面。我们看看他的眼神，他的眼神里面是有些胆怯的。哎，这个一回合比赛3次击倒。一场比赛一回合比赛，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，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啊！在第一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这个森巴库利巴里啊，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啊。回合结束了，森巴的实力也不是很强大。董鑫究竟是怎么输掉比赛的呢？身为小师弟的保银仓都可以在擂台上狠狠暴揍这个黑人选手，更别说是师兄董鑫了。失去大比分优势的森巴简直太顽强了。好，来看第二回合开始了，手握比赛节奏的森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站在保银仓面前，再次被打晃的森巴还可以继续坚挺，不过实力差就是实力差，在保银仓面前，森巴的实力还不如一个陪练的实力。究竟是谁给他的胆子赛前叫嚣中国功夫？被 KO 或者是 TKO 对手，保银仓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啊。
萨马库里巴里在第一回合被保音仓尾伤之后，现在显然没有恢复啊，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。双方开始了角力，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？现在保音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啊，没有用上全力。在第一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。萨马库里巴里这位选手，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，很能扛啊，在第一回合都被打成那样了啊！好，连续的摆拳和直拳。看似森巴完好无损站在擂台上，其实森巴不是在挨揍，就是在挨打道路上。反观保音仓并没有因为手握大比分优势而对森巴发起猛烈进攻，时间正在1分1秒流逝，森巴的劣势越来越大，只敢与保音仓拉开距离，并不敢与保音仓展开太多拳脚碰撞。就是这样摇摇欲坠，但是森巴库里巴里还是能够挺住。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意志力还有抗击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保音仓呢还是打得保守了一点，我们觉得他应该乘胜追击啊，暴风骤雨般的拳头来招呼对手啊。好，这是前手拳又是破防了。虽然摇摇欲坠，保音仓的重拳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，打出的每一拳都特别精准，尤其是后手拳，黑人选手根本无法进行破解，只能默默承受保音仓所打出的重拳。哎，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里巴里，但是保音仓没有跟上来，有几拳呢？森巴库里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保音仓又一次加强了进攻攻势，甚至直接把森巴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手握大比分优势的保音仓依然选择稳扎稳打。一开始保音仓要是火力全开的话，现在的森巴估计已经躺在救护车上了。出拳出腿的差异实在太大，根本无法与保音仓相提并论。保音仓啊，不要再留力了啊，全力出击，跟对方来拼个灿烂之战吧。现在保音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，双方动作速率都感觉变慢了。看来保音仓并没有打算要提前结束比赛，而是满打满算全程暴揍森巴3回合9分钟。此时此刻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钟，殊不知等待森巴的还会是120秒的暴揍时间。不过森巴的意志力非常坚挺，保音仓的重拳根本无法让森巴停止进攻。两位选手这个体能消耗都非常大。哎，现在想用一个下前抱摔，保音仓能不能防住？好，保音仓这个防摔防得不错啊。森巴库里巴里这个 take down 的招式被他看穿了。全程被暴揍的森巴最终倒了下去，被放倒的森巴简直太惨了，根本无法用肉眼直视。
还想抱宝英仓单腿，结果宝英仓状态慢慢，丝毫没有怠慢。再次回到站立的森巴开始对宝英仓发起主动进攻。每一次对方摔倒之后跟上去这一拳都没有打中，很可惜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。森巴古迪巴里这场比赛是无数次的站起来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，再打了个坐地不起。本场比赛结束。比赛结束了，虽然宝英仓没能将森巴直接 KO 掉，但宝英仓做到了全程暴揍，刚强有力的拳头如数奉给了森巴。然而这个森巴的抗击打能力很强，根本就没把宝英仓的拳头当一回事。看来这俩人各有各的奇招。声音大一点，等会儿他要宣布了，再接下面音乐。宝英仓，掌声送给他，恭喜宝英仓！最终宝英仓获得了胜利，成功为师兄董卿复仇。大家感觉宝英仓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宝英仓的硬气。